iOS 26公开测试版推出了，我自己用这个开发者测试版呢，也用了1个多月了。我看网上大家讨论最激烈的，肯定就是这个 Liquid Glass 液态玻璃的这个新的设计了。但是除了外观换了一个皮肤之外呢，那到底还有哪些用得到的实用的改变和更新呢？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就分享给大家4个我觉得超级实用的新的更新。然后呢，我也会手把手的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用。你用过之后呢，也会就是明显的感觉吧，好像真的会比较实用哦。同时呢，还有就是2个让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吧，那就只能希望苹果未来能够在这2个地方进行改进吧。好了，那就让咱们马上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彼得森的频道。首先第一个亮点呢，肯定就是来电筛选加上来电等候的这2个功能了。这是我目前认为最实用的新功能。简单讲呢，就是当你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的时候吧，这个 Siri 呢会帮你先接起来，然后问对方是谁，然后要干什么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对方的姓名，还有就是来电的目的呢，就显示在你手机的荧幕上了。你自己再决定，要不要给它接起来。那如果对方是一个推销电话的话呢，荧幕上就可能会标注这是一个推销电话或者是保险业务一类的。但现在呢，可能还不是100%的准确了。但这种提示呢，就比较会容易帮助到你来判断吧，到底要不要接起来这通电话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有可能会减少诈骗电话的被诈骗的几率哦。这个诈骗集团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呢，让你以为你真的是出了大事了，什么你的账号被冻结了，然后你家小孩出车祸了等等的，让你马上呢就快速的做出一个决定。但这次呢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不是你去接这个电话嘛，而是这个 Siri 去帮你接嘛。那对方还没等讲电话， Siri 就冷冰冰的先问一句，你是谁呀？你干嘛打来啊？别管对方的语气再怎么夸张怎么激烈了，但是呢你看到呢就是一串冷冰冰的文字嘛。那这样呢就避免了你被对方的这个情绪呢给带动了。那我相信这个一定程度上一定会就是降低这个被诈骗的几率的。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就是来电等候这个功能了，就是当你打电话给一些需要等待的客服之类的时候呢，那这个 Siri 呢就会自动的帮你在线上等，然后等到对方是真人接起来之后呢，他再通知你，然后你再接回来来回讲。那这样就可以，你就先去忙别的事儿嘛，你就不用傻傻的等在那边等这个客服接电话了。反正这次的这个电话功能的升级呢，就感觉好像我聘请了一个秘书一样，就是先帮我挡掉一部分没有必要的电话，然后呢，等客服的时候呢，又可以帮我来等。那这个真的是挺好用的。开启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，打开设定，然后滑到下边找到这个 APP， 再进去之后呢，找到电话，然后再开启来电等候与筛选功能，然后把陌生人来电这边的这个选项呢设定为询问来电原因就可以了。再来看第2个很实用的地方吧，就是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每天都在用的这个 Apple CarPlay 了。那这一次呢真的是进化了很多的，像现在有更多新的壁纸可以选择，然后 APP 的图示呢也可以选择成不同的主题了，比如说什么深色的图示啦，或者是这次的这个透明的模式啦，你都是可以选的，也可以根据时间自动的切换不同的样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透明的图示呢，虽然看起来倒是挺酷的，但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反而会觉得好像比较难分辨不同的这个 APP。那我自己肯定是不会选择这个来开车的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有更新的，就是荧幕适配的这个功能了。它会根据你的这个车机荧幕的大小呢，然后自动的去调整这个画面的比例。像我的这台车呢，它这个荧幕其实是比较小的，然后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，整个图示就变大了。那开车的时候呢，操作呢看起来呢就更容易了嘛。那如果你是一些大荧幕的那些车型呢，它底下呢还会多一排 APP， 那这样呢你就不用左右来回滑动去找了。还有一个地方让我超有感的，就是以前在来电话的时候呢，就是整个画面都会弹出一个视窗嘛，那你原本那个导航的画面就直接消失不见了。但现在呢，来电会变成一个小的一个通知显示在下方，然后就不会影响你看现在这个导航了。那这点改善呢也是很值得称赞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小工具的功能了，那这个呢你就可以把你的时钟啊、天气啊、行事历什么的，甚至是你的照片了，就直接加到这个 CarPlay 上面，让它直接显示在这边。但是最好用的还是这个添加了 ChatGPT 的小工具了。就是开车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什么问题，你就直接用这个语音模式问问题就行了，你就完全不用碰你的手机，那这个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也更安全嘛。可以听到我讲话吗？
我听得很清楚，没有问题。你现在有在测试麦克风，还是有什么想聊的吗？设定也是很简单的，像是更改壁纸、图示、画面比例这些呢，你就在这个你汽车里边的 CarPlay 里边的设定呢，就能够找到这些设定了。然后小工具的那个设定呢，需要在你手机里面完成。然后打开设定，再找到一般，再选择这个 CarPlay， 选择你开的车之后呢，再进入这个小工具编辑画面，就可以进行编辑了。尤其是这个就是 ChatGPT 的小工具吧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的。我看网上好像很多人还没有发现这个功能，那大家就赶快把这个东西添加进来试试看吧。第三个使用的亮点呢，就是这个相机和相簿呢变得更简化了。相机的 APP 呢，现在打开之后呢，会觉得这个画面就清爽了很多嘛。平常用的不太多的那些模式呢，都给它就藏起来了。但是基本的拍照和录影两大功能呢，就显示在这个地方。但是如果你想找到其他的功能，也不用担心，像是人像啊、全景模式啊、慢动作等等一类的，你就左右滑一下，就能找到了。还有就是相簿的部分啦，也终于把以前那种就是混乱的那个分页呢，给它修正了。现在呢，就只有2个页签嘛，分别就是图库和一个选集。然后图库呢，就是你最近拍摄的照片和影片嘛。但是如果你想找到像是人物啊、旅程啊，或者是什么其他那些分类了，你就去选集里面去找就好了。有些朋友更新成这个新的系统之后呢，发现你原本的截图呢，好像在这个图库里面看不到了。那其实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就是点击上面的这3条线，然后再选择显示方式，再勾选这个截图呢就可以了。第4个实用的更新呢，就是这个电池和充电的体验呢，就真的有升级了。那这一点是超有感的，因为这个充电和用电嘛，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那只需要一点点的提升呢，就会让我们改变超多的。首先就是在充电的时候呢，它会在主画面这边显示预估吧，就是充到80%需要多长时间。那如果你进到电池的设定里边呢，它会告诉你充到100%呢需要多久。那这样出门前呢，你就不用去猜到底能不能充满电了。这个功能其实在三星手机上面吧早就有了，那现在 iPhone 呢终于也就补上了。第2个就是适应性电量模式了，它要根据你的使用情况自动的调整这个亮度，还有就是背景的这个行为吧，来尽可能的延长续航的时间。它跟传统这个省电模式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它不会同一时间把一大堆功能全部给你关掉，而是更聪明的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。常用的那些 APP 呢，它完全不会影响你的这个使用体验，但是不常用的呢，就偷偷的帮你关闭呀，或者是做一些调整来节省一些电量了。这个功能在设定当中找到电池，然后在电源模式里面开启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升级成这个 iOS 26的朋友呢，一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先把这个东西给它打开。如果你原本的电池续航已经不太够了，那你把这个功能给它打开之后呢，说不定呀，就能够帮助你延长一些续航，也许就能够再多撑1年再去换新电池了。前面讲的这些地方呢，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好用的更新了，但是接下来这2个地方呢，就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了。那第一个就是这个 Liquid Glass 的可读性的问题了。你说你把这个画面给它变成都像玻璃一样好看吗？说实话，我个人认为呢，还真的是挺好看的。但是我发现呢，用久了之后呢，尤其是你把这个图示都给它改成透明模式，好像这个很多 APP 呢就不好找了，因为全部都是透明风格嘛，然后颜色也都很接近，就很难一眼找到我想要的那一个 APP 了。另外就是控制中心呢，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太透明了，尤其是背景在显示一些内容的时候，或者就是你在户外比较强光的地方呢，就看不清楚这个控制中心上面的内容了。但其实呢，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了。图示很简单了，你就切换成原本的普通模式或者是深色模式就解决了嘛。那控制中心呢，也是有办法解决的。我们到设定当中找到那个辅助使用，然后在显示与文字大小这边呢，打开那个减少透明度，那这样整体的这个透明度呢就会下降很多了。那控制中心看起来呢，也就和之前的 iOS 18呢就差不多了。这边我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吧，这个是 iOS 26默认的这个控制中心的画面。然后这边呢是开启减少透明度之后的画面，是不是这个开启之后这个辨识度就提升了不少了？最后还有一个遗憾的地方，就是升级成这个 iOS 26之后呢，这个手机好像真的有变得比较热、比较烫手，然后电池呢也会随之下降的比较快。那这个可能呢跟目前的这个是因为是测试的版本有关嘛，很多 bug 呀、很多地方都还没有修正好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因为这个 Liquid Glass 的设计的这个风格吧，它是因为有一些额外的特效和动画需要渲染嘛，就比较吃效能了。尤其像是一些什么 iPhone 11啊、iPhone 12 Pro 那些就比较旧的机型吧，
有些人就是下载之后呢，就会觉得比较卡顿，然后这个电池下降呢也是比较快的。那我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只有一只 iPhone 的话呢，而且呢就是比较旧的那些型号吧，那大家呢就先不要升级成这个公开测试版，等到这个9月份的正式版本推出之后呢，你再来观察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比较稳定。但如果你已经升级了，而且也退不回去了，那么也是有办法解决的。我们可以到设定当中找到辅助使用，再打开这个动态效果，再开启这个减少动态效果的选项。那这样呢，就可以稍微帮助你减轻一些系统的压力了。也许呢，可能就没有那么烫，也没有那么耗电了。那大家对这次的这个 iOS 26吧，就是最喜欢的功能是什么？或者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比较可惜或者是不习惯的地方呢？那如果有哪些是我今天没有提到的，那就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也别忘了我们正在进行的25万订阅的 iPhone 17的抽奖的活动，详细的资讯呢，我还是会放到说明栏当中。如果还不知道的朋友呢，记得一定去下面看一下哦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